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好，首先呢，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啊。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玉珍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玉珍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啊，这个川普一直很想要的格陵兰哦，现在谈的状况如何呢？他呢现在说呢，他要求要有格陵兰的一个全权的进入权哈。而且是没有终止期限的，也没有去时间限制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美国呢将能全面进入格陵兰所需一切的军事进入权，能够在格陵兰部署美国所需的任何装备。目前呢，仍就细节的部分来进行谈判哦。我们谈论的呢，可是国家安全跟国际安全哦。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有正当性啊。而且呢，白宫呢也贴出了一张合成图哈，是怎么样？是川普他牵着企鹅的手来漫步的哈，但是呢。这张照片哪里觉得怪怪的？格陵兰是在北边呢，它企鹅在哪边？企鹅在南极耶。你真的是地理被死当哈，这真的是有一点。好笑啦，而且重点是怎么样？他拿的是美国国旗，那这边还有格陵兰旗帜哦，就代表说呢，这个 AI 生成的真的是地理死当。好，那另外呢，川普也去批评了北约其他国家啊，批评其他欧洲国家啊，说呢，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北约盟国都躲在后面啊，结果现在呢，欧洲的政要还有退伍军人都齐声反击了，甚至呢，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还有曾经参与过阿富汗战争的哈利王子哦，都出来批评说，川普宣称欧洲北约部队在阿富汗战争时呢远离前线的说法，痛批川普的言论呢既羞辱人又令人震惊。你说谎不打草稿啊，刚好呢有人真的是去参加阿富汗战争了，打脸你了哈。那么现在呢，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世界秩序崩塌下的一个失语欧洲主场达沃斯竟然变成了你川普的一个炮轰舞台。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呢，原本是应该大家去讲如何合作的，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更进一步的发展关系，结果竟然是变成了你川普的一个抨击欧洲的舞台。这显示呢，反复被玩弄和羞辱的欧洲啊，对美国的信心呢已经去瘫痪了。而现在呢，也有媒体做民调，结果怎么样呢？好多个欧洲人呢都认为啊，川普呢是欧洲之敌哦。过半的民众呢认为他们是敌人哦。有8%是他，只有8%哦，非常低哦，不是80%是8%哦。是他是欧洲之友。那么这个受访的国家呢，是包含了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跟波兰啊。每一国的受访者是超过了1000人哦，这个样本数是很多的哦。显示美国对欧洲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反派角色，跟俄罗斯一样不受欢迎了哈。那么现在川普呢，根本就没有要理联合国啊，甚至想要自己去成立一个和平理事会。但是呢，成效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到了欧盟理事会就说了，说欧洲领袖应该要对这个理事会的一些要素呢，会存有一些严重的疑虑啦。但是在推动落实加萨和平计划上面呢，我们是准备与美国来进行合作的。那么泰国他也去受邀参加这个和平理事会了哟。但是泰国总理他非常的有智慧，他说呢，下一届政府再来决定因为呢这个泰国议会解散之后呢，政府是处于一个看守的状态，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决定。很显然的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啦，非常的强哈。但是啊，川普因为一直被大家给冷待对待，所以好像心情不太好哈。24小时之内竟然是狂发了超过80则贴文呢。美媒就报道了说，这一名79岁的老人之所以会如此的动怒，是因为呢，他数小时前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受挫，高调启动所谓的和平委员会，结果呢，遭到了绝大多数的领导人无视了。但是你要不要自己检讨一下？你整天拿一些这个关税去威胁人家的感受当然不太好，而且你说变就变啦。好，所以现在啊，就有报道说呢，现在各国呢都加速的要去美化，就是因为川普的不确定性太强了啊，而且动不动就用关税作为一个外交政策工具。好，更在达沃斯去搅动了世界局势，使得各国呢不断的去美国化，好像是它的贸易还有金融布局，还推动要扩展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哈，考虑降低美元资产部位。好，那像欧洲啊，就已经开始在做了嘛，而且他们去把外交转向中国，好像是这个外交层面呢，中国就开始去利用这个美欧方面的
分歧哈，去深化跟欧洲的一个伙伴关系。在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呢，也就意味着呢，更愿意跟中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上面合作，不要再追随美国了。而在经济上面呢，美欧贸易的摩擦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因此呢，中国也可能会去借此来缓冲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那么现在英国呢，也是非常的想要去访中哈。我们来看到呢，英国政府是积极的寻求要来提振国内的经济，所以呢，英国的财政大臣也要陪着首相施凯尔一起访中，凸显英国在跨大西洋关系紧张之际，试图去强化全球第二个经济体的一个贸易往来。好，非常明显的，不只是英国啊，欧洲其他国家，像加拿大也已经在开始跟这个中国来搞好关系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川普啊，实在是太难掌握了哈。我们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川普就是一个，当他瞧不起你的时候，他是完全不顾及你的面子，连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那他现在对欧洲就是用这种手段。那之前他一直威胁说不排除以武力攻击，那现在他虽然放下了说他不会再考虑以武力攻击，可是实际上他从头到尾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他扬言的武力攻击，基本上就是他惯常使用的极限施压。美国根本也没有必要去攻击什么格陵兰，格陵兰哪有什么武装？美国在那边其实本来也有基地，所以他到最后还是用这一招不断的去压迫。可是这个压迫的方式实在是太粗暴，那这么粗暴的压迫法，其实到最后你让欧洲人能够不反感吗？但是欧洲人现在大概也知道了自身的实力到底有多薄弱，没有人敢跟川普直接翻脸，大家都是在虚与委蛇，然后想办法能够用混得过去。所以那个吕特极尽谄媚之能事，用力的想尽办法去拍川普的马屁，然后现在川普放弃了，说好我不用武力攻击了。这些人居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到底获得什么胜利啊？获得丢脸的权利吧？这全面进入权，请问一下，很好听吗？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是一种羞辱啊！可是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摆给你看，其实会让全世界都对欧洲人看扁啊！你们就是这样。格陵兰总理到现在来说，他一无所知啊。川普说什么全面进入权，没有人跟我商量过这件事啊，听都没听过。我觉得这么离谱的事情，也只有川普做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拜托川普，你也找一下好一点的幕僚吧，不然你做这个还牵着一只企鹅走在那边，真的是够了。你知道格陵兰是没有企鹅，大家都知道，因为企鹅是在南极嘛。但是更重要的是，格陵兰有什么？你知道？格陵兰有北极熊。所以《经济学人》的封面没有做错。所以你如果弄《经济学人》那个骑那个北极熊，我觉得还比较有道理。讲实在话，结果你弄什么企鹅，真的是笑死人。对，我真的觉得还蛮丢脸的。但是大家相信我，类似的这种粗暴，未来一定会接二连三，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川普无所谓，他不在乎啊，他根本不 care 这件事啊，他只要觉得好玩就好，他哪在乎什么地理常识啊，或是什么历史背景，他根本不 care。他连那个 Greenland 跟 Iceland 都会常常混在一起的，那你觉得他在乎吗？白宫帮他解释了说，那有什么差？反正那都一块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已经在胡搞了嘛。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效应是会慢慢发酵。那川普其实现在正在拆美国自己的台，可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在把二战之后美国在全世界所布局的一切战略全部打烂，然后只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爽度。他去搞那个什么和平委员会，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嘛。所以很少大国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几乎没有人要参加，就是这样，很简单嘛。因为参加这个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哪有人你弄个和平委员会，自己是当然主席，然后把你的好朋友、家人全部都封为主要委员，你这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在搞兄弟茶，然后就逼人家出钱，每个要出10亿。对。你像话吗？所以普丁也很幽默啊。普丁说要在 OK 啊，那10亿从你们扣我的资产流出，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玩这些东西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这样闹剧闹下来，大概就是让中俄看笑话而已。中俄看笑话之外，中国还很开心啊，姐，你这个美国你不要的地位，通通给我来。好，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川普啊，已经变成世界的乱源了，至少现阶段他是西方国家的乱源。大家都怕他，
那现在《纽约时报》都有一个评论出来了，今天他说，川普让世界认识到来自于美国的威胁。这个以前是觉得不可思议的。美国以前是单极的霸权，然后那种所谓的霸权稳定，他定的秩序、经济、能源、安全都是他定的自由国际安全秩序。但现在呢，大家感觉到这个威胁不是来自于解放军，威胁不是来自于俄罗斯，威胁不是来自于恐怖主义，威胁不是来自于伊朗，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川普，而且是感受深刻。你看看，现在欧洲人在这个事情上已经几乎是达成共识，怎么样抗拒川普、抗拒美国的压力，现在变成西方国家共同要去团结面对的。那从他现在才上来1周年哦，各位。那当然有一指一说，他觉得在期中选举之前，他必须要把整个情势弄得大好，拿下了格陵兰，留下了历史定位，有助于他的期中选举，避免变成一个跛鸭总统。但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因此，从他刚上来到现在，各位想想看，关税全球关税战，这个是不是在霸凌全球的经济胁迫？哪有什么我跟你做贸易，结果我赚你的钱，其实我赚了小小的钱，你享受我的制造，然后呢，结果我赚的钱，你认为是我占你便宜，要提高关税，还要我投资你，来自于台湾5000亿，要把我们台积电，就像中国大陆的稀土一样，其实全世界依赖的，结果变成了一个好像大礼包送给他，还有我们自己花钱去盖，这是什么世界了？那川普就搞退群。从巴黎气候协定到就是66个国际组织，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将来他自己对外的政策都是用他的国内法，常被管辖，这影响大了。然后你看，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委内瑞拉还可以跑到人家国家把人家总统绑架回来，而成就了什么？然后呢，格陵兰更不得了，他就是要格陵兰。还有呢，和平委员会。他要了60多个国家，就会来了19个国家出席。中东国家跟穆斯林国家，我觉得这些国家有这个责任要参与，因为那个是加沙的重建。那除了这个之外，大概只有越南、阿根廷以及一些东欧的国家，加起来19个国家，其实非常寂寞。所有的西方国家不参加，那中国大陆已读不回，不会去参加的。所以他这个和平委员会有3层。第一个委员会，第二个执行委员会，第三个叫做这个行政委员会。那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说，你要2年之内让这个重建，而且要让巴勒斯坦人重建国，叫2国方案。结果他这个3层只有在第3层行政层面让巴勒斯坦当局进来，上面都是他在安排的亲友团，然后呢要付10亿，所以这是一个敛财扩权新的海湖庄园的扩大版。搞不下去，因为我讲了，现在你已经知道，它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大国不会去同意这个东西的，连以色列都不同意。也就是说，我拿下了这个，透过大屠杀拿下了加沙，我现在军队还在里面，这里面现在有6000万吨的这些，就是沙砾土石，就是大概有9万吨的炸药炸的，整个都市都还在那边，那你怎么去拟平？结果川普的女婿。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再把它炸掉，所以这个过程很困难的。那以色列说，我大屠杀取得的这个占领，结果你现在分给大家，分给你那个好友，要盖180栋高楼大厦，有可能吗？180栋要几栋给巴勒斯坦人住？所以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根本完全不在他的想象当中，而且因为那个是为违反以色列的利益，也违反美国的政治人物的利益，所以各位就了解，他完全是世界的乱源。西方国家现在认为是川普是西方国家的这个乱源，但川普还有3年呢，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啊！而且大家对他的这个和平理事会已读不回，他还不开心呢，还疯狂的发文呢。好，我们来请教张彦庭将军。那川普走的话是，他按照他的政治性格，他是走3大主义。第一个，他是走到是扩张主义，所以他格陵兰他一定是志在必得，因为格陵兰它有3大好处啊。
它的面积那么大，216万平方公里，加进去那是不得了。虽然那个地方是冰天雪地，位于北冰洋的大块领土在这个地方，但是问题是它的面积够大，又是地广人稀，人口才57000人，好处理啦。所以我认为，站在川普的扩张理论，他一定会拿下了，只是拿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手段把这个格陵兰拿下来。我刚刚讲就是那3大诱因嘛，所以我认为他志在必得，是时间的问题，拿下格陵兰。第二个，他采取的是捞钱主义。你看，大家这个日本也好，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其他4个都要到美国投资，都要尽量买美债，因为你不要抛售美债啊，你要尽量买它美债啊，是这个样啊，就捞钱嘛。大家都要增加国防预算，最保守的要到3%。然后台湾要到5%，将来要到10%，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台湾如果是国防预算是到 GDP 的10%的话，那还得了？那将近3兆台币啊！那整个几乎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全部用在国防啊，是这个样哎，那他就是捞钱啊！那大家，美国世界上这个军事生产，它是军工复合体最大，全世界42%的武器装备是向美国买的，因为以前是占39%，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美国又开始大量出手了，生意还有因为以巴冲突，生意源源不断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采取的是我们讲的捞钱主义，赚钱嘛。我们知道有时候卖这些武器装备啊，就做1年啊，吃10年啊，做一次吃10年啊，是这个样嘛。第3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专断主义，专断，就是我们能够配合大家听美国的，那不听美国，我退群。他在退出60，我们讲66个啊，联合国的相关的组织退出了31个组织啊，那其他的非联合国的组织下属的组织，他退出了35个，总共退出66个。只要是美国没有办法独断专业，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退群，我不要交年费了，我不要交年费，包含 WHO 啊，世界就卫生组织啊，他都退群了。今年1年，他去年就退群，1年后生效。那今年是2026年生效了。美国已经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了，就这么简单，还欠了2亿5千万美元的会费没有缴哦，是这个样啊，我就退群。今天你都要听我的，那我继续在里面。美国可以从中发挥他的组织的影响力。如果不行，我就退群。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啊，就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还有好几个他都退出去。那理事会他第1任就想退了，那现在他第2任了。第2任的话无后顾之忧，该退就退，一口气就退65，就要退66个，这是相当不得了。这个国际组织加入的手续程序多么繁杂，那还要按照 GDP 来算会费，还要按人口数算会费，还要算这个领域，就是说你国土的面积来算会费。它的算法是不是只是单一的 GDP 来算哦？它这样算，你看看它是多复杂的，而且里面的这些组织那么庞杂，那么复杂，他说退就退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川普走的是专断主义。所以这3大主义一做起来啊，不管是扩张主义，扩张领土，另外一个是捞钱主义，我就是赚钱，又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 MAGA 了，叫美国再度伟大，就是要捞钱，没有钱怎么再度伟大呢？除了捞钱之外，别忘了技术也要进来。你看它技术，所以我们台积电的生产量、占产率将来要到了10%移到美国。这换句话说，这是只是我们知道，只是台湾的冰山一角。那其他世界各国呢？所以我们讲，美国这方面的捞钱跟扩张主义是影响深远。没错，川普一直在退群，我们台湾是一直很想入群，都入不了，真的是非常想要加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现在呢是搞坏了所有的对外关系了，但是他只怕一个人，那是谁呢？那就是中国哈。我们来看到呢，川普说呢，我们4月的就要去川习会了，我要去访问习近平，而且习近平呢年底也会回访。结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好像冷处理，而且还说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没有东西可以告诉你哦。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的，说呢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社会的共同期待。但是呢，关于川普提到的会面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资讯，又来了，又是不是你这个川普单方面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呢？好，而现在啊，习近平的重心在哪里呢？似乎是在全球南方哦，因为他去挺巴西哈，跟全球南方通话了。那么习近平呢，跟鲁拉来进行通话。习近平就说了，说中方呢会坚定的支持巴西这个拉丁美洲的最大经济体，同时也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并呼吁中巴两国能够携手合作，来共同维护这个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核心地位，以及维护国际上的一个公平正义。而现在啊，不只是巴西哦，阿根廷总统也出来说了，说呢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港口近日接收了5800辆的比亚迪汽车。好，这个阿根廷总统说啊，如果你看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呢，你就会明白我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阿根廷无需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呢，阿根廷的东部港口啊，就迎来了来自中国的货船，那港口的空地呢，就停泊了超过5800辆来自比亚迪的电动和混能汽车。2025年呐，中国对阿根廷的进口额呢，也相较前一年增加了超过57%，而中国涌入阿根廷的能源还有矿产投资呢，也都是非常的多的。好，现在中国都已经进入到了中南美洲了，结果你川普在干嘛呢？怎么这么屌屌呢？不但屌屌呢，他还谢习近平哦，就是这个美版的 TikTok 定案了。好 ，TikTok 呢在23日公告了成立美国数据安全合资公司，那字节跳动呢，在保留核心演算法与智慧财产权的前提之下呢，成为了合资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对此，川普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去谢习近平哦，谢谢他点头批准了这个 TikTok 协议啊。川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TikTok， 而且呢，他现在有可能去放行中资吗？传出川普要允许中国车企来赴美设厂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转变哈，因为川普政府近来呢是调整了商务部的高层人士，那么负责去审查这个外国技术还有供应链风险呢，并且去促成禁止大陆汽车销往美国的主管呢，已经看不下去了，已经提出辞呈了，反对派的官员都自行请辞了，所以外界非常关注啊，这是否代表川普政府将进一步去放行中国汽车来进入美国？好，为什么要放行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呢？因为中国的汽车真的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嘛。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车小智亮相了，它呢来看一下画面。它的这个时速呢是40公里，而且它有自动闪避系统哦。中国近期呢更是将这个无人驾驶技术扩展至2轮的车辆了，由立马车业研发的无人电动摩托车极限小智正式亮相了。它能够自动驾驶、闪避障碍物，还能够冲上斜坡，并且很稳定的落地。哇，2轮的都可以来给你自动驾驶了，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哈。而现在呢，是不是说美国要对中国的科技防线有所松动了呢？华邮就说了，商务部的2个关键官员都遭到撤换了哈，因为呢，这个是一些官员在这个国安强化上面呢是非常的强硬派的，但是呢，现在川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似乎已经有软化之势了，令人担忧哦。很多的这些强硬派对中强硬派的人员呢，都遭到了去职。好，但是呢，你要这个中国要卖给一些中国的一些科技产品，中国还不见得要买嘞哈。现在呢，我们来看到H20，中国大陆有可能已经批准让它进来了哈。现在我们来看到彭博的报道呢，像是大陆的监管机关呢，近期是已经同意了可以去订购辉达 H20晶片，原则上呢是批准了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进入到为采购做准备的一个下个阶段。那辉达真的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之前说要让卖H20，结果他H200他们还不买现在呢好像是已经准许让他买了。但是除了在科技上面呢，在这个军事方面呢，两国还是不断的在互相的比较哈。最近中国官方呢就曝光了这个歼20发射小飞棍的一个画面哈。
我们来看到了中国官方呢近日释出的宣传影片中呢，出现了歼20战机发射一枚外形极为平直，几乎看不到传统弹翼的一个光感导弹，它的射程呢，传出有300公里远哦。而至于美国有什么呢？美国呢最近呢有一个这个 F-47第6代的隐形战机，那川普说呢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战机，但是中国的军事专家说呢 F-47的主翼前方露出了2个前翼，多少会影响战机的隐形性能，这种过时的技术呢，常见于老式的喷射机，哇，真的是直接是打脸美国了哈。但是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川普呢最近好像对中国的态度真的是跟他刚上任来是差很多啊？到底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彬哥。其实川普现在就直接宣布了，他说他4月要去访问北京，而且年底习近平要访问这个美国。可是你看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比较保留的，他一方面并没有说没有，但是他也强调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可是他也没有说，就这些日期期程都是确定。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就是现在就是不到最后确认的情况下，他绝对不明讲，因为现在到4月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川普会发什么神经，没有人知道。讲这样的话，他会做什么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对外宣布说，好，我们已经排定了他要来，结果呢，川普又给你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到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就是采取非常谨慎的做法，也就是大概一直要到真的要确定要成型了，才开始公布。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慢慢等吧，因为谁也不知道川普什么时候又会出什么怪招哦。那可是。对整个世界来说，你会发觉很明显的，因为川普这样乱搞，所以逼的这一些国家过去可能对中国大陆是有敌意的，甚至就是已经在策略上本来就打算要跟中国大陆不相往来的这些国家，现在慢慢都改变态度，包括米雷伊也是一样啊。米雷伊本来之前看起来是非常反中国的，那可是现在他也改变他的态度，然后开始觉得说你不跟中国大陆做贸易不行。那欧洲这些国家也都是一样。这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川普自己逼出来的。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变成一个不可测的，而且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大家都觉得跟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你的经济贸易还是要发展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可能逼着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那重新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真的，过去人家叫他川建国，不是白叫。我觉得他现在好像正在努力，表面上好像是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我觉得他在促成中国再次伟大，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啊。那至于我刚刚看到这个极限小字，我真的很 shock， 为什么？骑摩托车的会骑摩托车的人都知道，摩托车保持平衡是靠人在保持平衡的，他现在居然可以直接2轮呢，直接保持平衡，然后在路上走。这个进展真的比我想象中快的非常非常多，这个其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所以照这种进展，说真的，将来如果台湾能够进这个东西，我也想买一辆来试试看，因为感觉非常有趣啊，而且价钱又这么低，对不对？我觉得真的蛮值得，因为它居然可以摩托车都可以自动驾驶，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进步的也太迅速了。那可是。中美之间的抗衡当然是无止境的，所以你也看到中国大陆不断在研发新武器，比如说它这 PE16 它为什么这个弹翼大幅缩小？因为以前弹翼大是必须要让它去操纵它的方向，那可是现在它能够缩小，那表示什么？你知道？表示它是由它的尾巴这个地方来操纵，它可能用矢量引擎，用从尾部喷火的地方去操纵它的方向。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大幅减少弹翼，第一个。就是你就是更不容易被雷达探测到。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逆中战机都是把那个飞弹藏在这个机腹这个地方弹仓里头。那弹仓空间就是那么大，你飞弹本身越大的话，你能够装的飞弹就越小。可是它现在把它弹翼缩小成这样的话，那它就可以装更多的飞弹，所以这会让它的逆中战机的威力更加提升。所以这绝对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论是科技啊、军事啊，哇，真的是发展让人家啧啧称奇哈。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
相对于《纽约时报》说，川普现在让世界认识到的来自于美国的威胁，而中国就相对的反而变成一个大国之中比较稳定的力量。你看呢，川普要做这个和平委员会，那中国说我接到了来自于美方的邀请，但已读不回，就不会当面的去跟川普撕破脸，但是呢，很坚定的还是他的政策，而大家也知道。可预测性，这个是一个大国的行为外交政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而它这个可预测性是依据现在的这些自由贸易、国际秩序、国际法规范，那就是原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一套的规则。以前都是美国拿规则来去鞭打别的国家，但是当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上说，当规则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就要靠实力来保护你自己。其实他的意思，当美国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就要靠实力保护你自己。所以呢，就跟中国的关系呢，就变成是大家以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反而去跟中国保持距离，但是现在反而是去要跟中国的接近，来去保护自己。那你看，光看这个1月份哦，也就来自于西方5个国家，爱尔兰14年来没有总理访问中国大陆，爱尔兰总理，韩国总理6年，对不对？加拿大总理8年，然后呢，芬兰总理8年，马上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英国的首相会访问北京，所以光是这1月份已经来自于5个国家，都是6年以上，最长的是4年，过去没有跟中国大陆有这种高层级的互动，现在通通在短时间过去了，那就很清楚了。那同时，中国大陆因为它现在，我讲几个数据好了，它就是比如说它的进口市场连续17年是世界第2大进口市场，仅次于美国，而它持续每一年都在增长。然后呢，它现在中国制造2025已经过去，老早已经达标，接下来它努力的是中国标准。你现在要跟买稀土啊，你现在要上太空啊，你要会中文。所以你现在碰到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科研，然后呢技术的层面，那最近莱顿大学做了一个全世界大学的排名，它把就是很简单，你在最尖端的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就这样子排名，它也没有做任何的掺杂。排名第1是浙江大学，前10名有7所还是8所是中国的大学。那这里面当然有医学院的因素，但全世界各国的大学也都有医学院呢。所以从这里看到它不只是在技术面、制造面，那它更在基础的研究面，甚至大学的这些基础的论文发表。这个东西就表示什么？过去也许是在川普的压力之下，也许是中国的政策，他投资自己、投资研发、投资基础的这个建设跟技术。那相对于美国呢？那当然，我们看看台湾，你就更觉得唏嘘了。这个过程当中，相对之下，两个中美大国之间的相比，就越差越远了。好，现在2国的差距是越来越近哈，但是呢，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差距是越来越大了。那现在为什么川普对这个习近平的态度有所软化呢？我们来请教张延廷将军。中国大陆跟巴西之间的贸易是非常的频密，因为巴西扮演在中国大陆来讲扮演了一个这个经济上洞庭湖的角色，因为美国只要不要像这个要卖这个农产品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买，那中国大陆总是需要这个粮食进口啊，他不买美国的，买巴西的大豆，他就变成巴西呢是可以被中国大陆作为一个调节的一个这个经济的国家，两个互补性很强，在去年。2025年，中国大陆跟巴西双边的贸易1700亿美元，相当高，每一年都在成长，跟那南边的阿根廷这个大的多得多了。那阿根廷，中国跟大陆跟阿根廷的贸易大概一年大概保持250亿美元，所以一看到1700多亿美元，就知道中国大陆跟巴西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种活络度，因为巴西是金砖创始会员国5国之中之一啊，所以跟他们的经济的这种关系本来就是有这个历史上的这种脉络因缘，然后现在巴西卖牛肉给中国大陆，卖大豆给中国大陆，卖
这个铁矿砂给中国大陆，甚至还卖石油给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大陆所需要的。那中国大陆卖给这个巴西呢，卖半导体，卖汽车零件，还卖家电用品，还卖工具机，卖这些也是巴西所需要的。所以两个互补性强，那反而就变成，那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有贸易上的这些障碍，它很简单，它找巴西去做解决。所以也同样，美国在北美洲，巴西在南美洲，巴西是南美洲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它的量跟它的市场是可以弥补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差。另外，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歼20打的这个霹雳16，这个霹雳16可以打300公里，因为它是双脉冲，它发射完毕之后啊，不是说打300公里，它一直在它的这个我们叫推进器啊，一直在推进，没有一推完之后，保持那个速度一直往目标去，到末端的时候继续就点燃，它这样就省，不要一直在点。这第二是双脉冲，第二点燃之后对着目标就冲过去，大概到5倍音速，4到5倍音速，对着目标就过去了，变成双脉冲，不是一次就把它点光。那它的这个歧义很小，所以你霹雳这个在霹雳15的时候只能带4枚，但是霹雳16可以带6枚啊。你看它，因为它的这个副次就是它的旗控制意义变小了，容量变多了，所以是这个样，所以它这个攻击力道变强了，而且为什么要打300公里？这个将来这个歼20是打空中加油机，是打空中预警机，不是打一般的战斗机啊。它打300公里就打那个比较重要的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哇，这个小飞棍是越来越厉害了。相较而言，美国的 F-47还被中国说是过时的这个喷射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樊启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川普，他想用各种方式来抢这个格陵兰。最新的是给大家看一个梗图，这个是白宫他想要这个吹捧川普，可是是不是吹捧吹过头了？主要是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川普这个牵着这个企鹅，这个企鹅手上拿着这个美国的一个国旗，那是不是一起要漫步走向格陵兰？那这个东西可以看到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企鹅，还特别用英文标注这个拥抱企鹅。只是大家就被发现，包括美国很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也发现，北极圈的格陵兰其实不会有企鹅出现。其实呢，包括了企鹅，它只会出现在这个南极跟南半球。所以说，白宫这边闹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笑话。那网友这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马上帮这个企鹅换成了是北极熊所以进行白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嘲讽。虽然想要吹捧川普，可是闹了一个大笑话。那目前呢，可以看到川普他想要格陵兰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最新的是说他要谈这个所谓的格陵兰协议美国是不用付出任何的费用，然后是可以有一个全面的进入权。这边特别强调，川普说美国不用支付任何的一个费用，因为它主要是要一个全面的进入权。有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99年的这个长租就是所谓的这个北美版的香港版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从99年的长租到美籍福利包，接待相关的一些选项，可以看到川普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表示他对于这个格陵兰一定要拿下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丹麦总理呢，则是在此时呢是拜访了这个格陵兰岛，他表达了一个丹麦的一个态度，是要坚定支持格陵兰。而另一方面呢，在格陵兰上面的丹麦士兵现在也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也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按照他们现在的一个描述，他们全程是携带实弹而且如果接到相关的一些命令，如果美国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要进攻格陵兰，丹麦会立刻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战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是不是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抗美联盟这是这个德国的《明镜周刊》它这期的封面就特别提到川普，请你要适可而止。里面包括了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法国总统、德国的总理，还有这个欧盟的主席、丹麦的总理，他们全部站在一起。对于营造出来一个氛围，是要对川普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喊话。不过网友也发现，包括了这个梅洛尼跟这个冯德莱恩，是不是里面的一个奸细跟叛徒？因为他们可能对美国关系比较好，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组织可能也不是大家同样有一致的心意要对抗美国。而另一方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民调，欧洲的有7国民调
民调有过半的民众认为呢，这个川普是敌人，是认为主流的民意就是认为川普是敌人，包括像是法国、比利时等7个国家显示有51%认为川普是欧洲之敌，这是一个最新的民调。而另一方面呢，欧洲其实它手边有一些武器就是所谓的3.6兆的美债，如果逼急了，是不是要给它抛售一下？因为现在美债的海外持股量中有40%是掌握在欧洲人的手中，大概就是3.6兆的美元，可以在这个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策略性的抛售一下，做出相关的一些平衡？现在有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川普用一句话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个是他说主要是提到了这个美国从来都不需要北约，盟国士兵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他认为这些北约的盟邦的这些士兵有点远离战线，这是他提出了一些比较嘲讽、有点瞧不起的这样的一个言论。那这样一个说法得罪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是一个波兰的退役将军他是说川普你这句话已经跨过了一个红线，太瞧不起人了，因为当时他们牺牲了非常多的人，包括他们的一些生命。那也有部分的政治人物则是点名川普，是说他自己在越战的时候以这个脚部长骨刺逃避兵役，躲避征兵，怎么还有脸去嘲笑这个北约的一些士兵？而这个态度最严厉的就是这个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他是说川普必须要道歉。我们来听听这个施凯尔的最新说法。And so I consider President Trump's remarks to be insulting and frankly appalling. And I'm not surprised they've caused such hurt to the loved ones of those who were killed or injured, and in fact, across the country. As if I had misspoken in that way or said those words, I would certainly apologize. 我们可以听到川普一句话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不过白宫针对川普这样的一个发言没有认错还是力挺到底。他说川普总统是完全正确，美国为北约做的比联盟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还是力挺这个美方这样子瞧不起其他北欧其他国家的一个立场。我们先请这个帅将军怎么看一下美国现在跟这格陵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这个我到澳洲最南部才看到企鹅，本来只有南太平洋才有嘛，所以这个笑话闹得自己自取其辱。第二个，那个梗图那个熊他应该修改一下，那个熊掌搂着川普的肩膀一大一小，这就更有讽刺性。川普讲话从来不做编剧的，起先说我武力拿，对不对？后来是用花钱买，现在说连买都不买，我就是要进去。所以这个问题这种强势国家做的，你看川普这个个性就有点像他当年主持媒体那个节目高高在上，有钱嘛，这个来应聘的 You Fire， 他就玩这个游戏。但是川普羞辱人家盟军的这个退伍军人，实在没有道理首先讲德国好了，德国不管是战胜战败，他的军人表现都是一流的。这是因为国力不够嘛，那你怎么说他为国家牺牲奋斗的那个精神？英国在抗争的时候也是表现得不错，所以你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包含美国的军人呢，都有点看不起川普。这个不是川普跟美国军人结怨，不是今天呢。他第一任上任，记不记得国会暴动的时候，他的参谋联席会讲，打电话给解放军讲，我们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第二次又发生了，川普要一个下一任的部长跟他一起站台做宣传，也被拒绝。所以川普心里面讲，这些军头都不听我的。但是军人来讲，能够升到上将，当到部长，他的个人这个品德修养都有一定的水准，怎么也看不起你这个奸商，漏税被破产，然后再戏弄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女，然后还闹国会暴动。今天只是隔于宪法，我要服从你，但是从心里面压根儿瞧不起。我讲这话有证据的，你看他第二任上任，要他的那个上尉级的国防部长羞辱所有的上将，开除了总的上将，这就代表什么？他跟军方本来就有些心结，所以他最近又放话，如果伊朗去斩首这个美国川普总统的话，
他要下令核子毁灭整个伊朗。我跟你担保，川普只要一死，没有一个军人会执行你这个命令，这是乱命。是在美军的传统里面，他们的军事教育里面就有，包含台湾我们也有，就是说对这个滥杀无辜、滥杀平民或者是滥政的乱命的话，可以不服从。所以这个问题啊，你看今天他搞这个名堂，激起整个欧盟的这个反抗。刚刚那个图片上，只有一个硬汉是德国总统，其他冯德莱恩根本就是美国的内鬼，在北约里面一向就是替美国讲话。第二个软弱的就是马克宏跟那个梅罗里，那两个是根本态度随时会变，川普的压力一到，马上就跪了。第三个，他讲这个格陵兰、冰岛、加州，这都是他已经内心存在的。人家报纸批评他讲冰岛是口误，一点都不是口误，他就要把北方这个环形的地图拿下来。我觉得他有点想效法中国这个汉武帝啊，开疆扩土。他美国的前面就是门罗啊，然后像唐太宗开疆扩土，成为这个历史上，因为外国对这个伟大的王朝都叫 great， great 的那个great 这个包含这个亚历山大，这些都是他有那个味道，想要当到世界的霸主，所以才搞一个什么和平会议，那才是闹笑话。全世界137个国家，只有17个国家，17个国家里面起码15个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所以川普这样糗大了。他号召还要入会，还要10亿美金，他是太上皇，用绝对的否决权，都要听他的命令行事。这种羞辱条件，谁参加谁真是没什么面子。是俄罗斯开他一个黑色幽默，好，我参加，把你冻结我这10亿美金拿去用好了，绑在一起。好，我们请苑老师。这个川普啊，又笨又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笨，那个出奇的坏啊。那个川普的话呢，他这个讲格陵兰事情啊，我讲一个我们哲学的概念了，就是我先用英文讲 the formation of discourse， 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啊，一些事情啊，它要形成这个论述 ，formation of discourse 就是形成论述，这个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10天前我们一听到川普讲说我要拥有格陵兰的时候啊，都觉得说是哑然失笑，不可思议啊。现在被他讲成这个，好像感觉上已经快成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先进行了这个欧洲内部的分裂啊，欧洲人跪久了，但是呢，有人跪得特别长啊，有的人的话呢，就是包含了加拿大人是跪得比较短一点，马卡尼他讲了一些话，但是的话呢，那个吕特啊，基本上的话呢，就叫他爸爸的那个家伙，他自己的话是强调，就我们要有北极的防务什么的。那川普现在的话呢，得到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你漫天叫价，你就地还钱了，他得到了他要的东西啊，没错了，我同意了。川普的整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要那个当这个汉武堂皇啊，就是这个当这个汉武大帝啊，就是来这套。他是选门罗总统啊，选了买下阿拉斯加什么的，因为什么呢？他会觉得说他自己的这个雕像将来要刻在那个 South Dakota 上面那个总统山上啊，他觉得再多一个。但是这个 Der Spiegel 的这个杂志啊，这个劲报啊，这个德国的劲报是一个非常有权威性的。啊，他说这个 S Heicht 啊，其实这个法文叫 C'est suffit 啊，意思也就是说，翻译成这边讲4个儿子啊，其实叫做够了啊，应该说是够了。因为川普现在这个表现当中啊，我觉得他够了的话呢，就是全世界人都在看笑话，是啊。然后另外呢，我昨天遇到一个美国人呢，他跟我讲，他晚上要搭飞机回美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最近干的事情，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们喝一点酒，干杯好了。他没办法讲，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这一辈子，人家也是一辈子的前途丢在美国嘛，对不对？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做这种选择。那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最高兴的应该是中国人，是啊，就是说川右中华啊，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我这个跟我的一个同事在讨论，我同事很认真，就是上个月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还问我说要估计一下要多久中国才能够追得上美国。我说起码要3到5年吧。他同意，他是留美的，他们都留美的嘛。他们说这个3到5年的话呢，我估计是很乐观的。昨天我碰到他，我跟他讲说3到5天就差不多了啊。这种自爆型的这种答案，我现在强调哈，这个对于这个西方国家哈，这个
侮辱军人的这件事情，我们旁边做个将官好，侮辱军人这个事情啊，像我这个我对于这个比利时人介绍，我们讲法文的时候啊，我要介绍我是台湾的时候啊，我不讲我是台湾人，我都讲说有些 CLV 2 ans pour mon pays， 意思就是说我当过2年的军人啊，是哇，他们觉得这个不得了啊，因为欧洲人很少当军人的，因为他讲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现在前面就有一个连续剧很有名叫 Gaggle 啊 ，Gaggle。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里面就讲到说英国的军人在阿富汗的战场中的牺牲很大，而且的话呢，还发生一些滥杀无辜的事情。那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北约的部队支持美国发起各式各样战争的义无反顾啊，几乎是北约对于美国的要求是两肋插刀啊，结果美国对北约的是乱插2刀啊。出现了这种结果啊，所以我自己的结论呢，就是说是不是 MAGA 哈，就是这个 Make China Not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叫做 MAGNAGA 啊，那才是真正的答案。好，我们请聂老师。OK， 那个先讲一下北约他侮辱这个军人和兵力的事情啊。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全世界的分量，波兰不比台湾强啊。波兰的退役将军不会比我们的帅将军、台湾的这个退役将军讲的有力道了哈，所以帅将军都已经点破了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事实。不过我要讲哈，其实勇不勇敢是看怎么定义。其实我认为川普很勇敢，他在你看他很勇敢，用机关枪扫射全球，用关税，他谁都不怕。你觉得他不勇敢吗？太勇敢了。那去年的7月13号，他可以这样冲出头说。被人家一个枪打到耳朵，差点摸边过去，他可以说 fight 的人，你去看拜登或谁不是躲在他的保护群里面吗？他敢冲出来。可是我跟你讲，这种是枭雄的勇敢。勇敢有2种，一种是道德基础上的勇敢。我们讲这些兵，他这个侮辱这些兵是什么？全球都一样啊，就是为民而战，为国牺牲，那是在道德基础上啊，他行该为之事，你知道吗？那川普不一样，他的勇敢完全是为了私利。我还是一句话，他不是在怕，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不当兵也不是在怕，都是为了私利，是一种奸诈的勇敢，他都为自己，但是他看到别人不行，他真的也是蛮勇，他就可以随便骂人。当然他骂人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他有个苦路可以抓在手上，因为美国的霸气十足嘛，他可以行各种霸道，然后去霸凌任何人。当他不行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就要低头了。当然，最近不是发觉这个美国，他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这个中国那只龙越来越崛起，而且神速崛起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奉陪到底啊，以牙还牙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很怕吗？他声调是不是放软了？所有东西到了这个虎山，不是迎宾啊，他先到送的时候，他先送人家走。你看这个不就是怕了吗？我觉得这个人是见风转舵了，他这种是伪私利的不道德。但是我还是一句话，他其实是很勇敢。你看他的3招：攻击、攻击再攻击。然后大家讲格陵兰不就是这样吗？他不断的攻击，他把格陵兰攻击到什么地步？他的夺岛的招式之多啊！他从这个军事啊，这个用军事用骗啊，这个利诱的方式，想要买下来各种，不管是威胁、恫吓、利诱，什么都来了。他还自称他是首席的交易领导人啊，他就是他会 set up 这个 target 6月1号全部搞定。你们所有国家听我的，一发觉那么多国家不听，他发觉他不对啊，这个人8国联军都来了，当8国联军力量是抵不过他还是要很凶悍的对别人，但重点是人家已经表达出了。我们不管什么，我们要的是感情，我们要的是生存。你这个不管我们在西方世界，其实过去可能是同盟在一起的，是一家人。你这样对大家，请问你再强的力量，我们能够服气吗？所以当然就群起而上了嘛。所以我这样讲哈，即便刚刚虽然讲美国的军人，说实在看不起也是定义问题，的确应该会看不起他。不过我觉得倒不是看不起，这看他魄力是十足啦，讲不好他执行力很强。你看1年而已哦，他做了多少事情。他执行力能否定吗？他的魄力能否定吗？他的能力也不差。他这个首席交易员我也可以肯定，但我跟你讲，军人是不爽他，不喜欢这个人，是不欣赏这个人。是刚刚讲，不管是法律或是各种这个军事的力量的限制，这些军人，否则的话真打起仗来，你觉得这些军人真的要为他而战吗？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川普真的很聪明啊，他也知道全世界，你看嘛，我们翻过美国的历史，所有的州啊，很多州不是骗来的，你看阿拉斯加骗来的哈，有石油嘛，就是抢来的，那么这个都不是也是半讲变过来的吗？哪一个地方不是？他现在格陵兰一样啊，他也看到他有北海航道这么重要的地方，他可以控制。第二个呢，他飞弹的布置呢，他当时的军种，他
他要的东西，他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必须要。第三个呢，矿产也有啊，150万吨的稀土，他要矿产开发，所以他看准这个地方非要不可，所以他就使出了他过去在这个房地产交易这种精神，真的是一个首席交易员，可是太不道德，不道德。我就算欣赏你的能力，但是太不喜欢你，你不可以这样做，全世界人都被你打乱了。从美国来关心日本的最新发展，这就是高市早苗哈，他在这个昨天已经宣布了众议院然后全面解散。那这个是日本众议院60年来第一次在国会开议的时候就进行解散，所以引起了相关的一些注意。目前465个议员终止了相关的一些职务，而这一场这个宣布解散的这个会场里面引起注意的就是所谓的万岁三唱后，这个是在日本一个指标性的仪式感。这个在日本众议院23号。举行了万岁三唱的这个仪式之后，就宣布解散。这种高举双手并且呼喊万岁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呢，是在日本相当传统的一个政治文化。他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最主要呢是希望能够表达决心，未来一定会再以众议员的身份来重回议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拍摄相关的一些画面。不过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大家也注意到这一次所谓的万岁三唱表现是零零落落，不是每个人都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日本的这个在野党的野田佳彦就有说，看到零零散散，然后大家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动作，其实反映出来一个大家认为是不是在这个时机点为什么要进行解散，大家并不买账。而另一方面，这一次的解读，高市早苗他想要用一意孤行的方式进行解散国会，那到底最后的一个结果，国会改选之后，自民党跟他的一些联盟会不会取得执政，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包括高市承诺要免除相关食品及饮料的消费税，这引发了一些财政上的一些忧虑。另外，自民党包括了这个内政上的一些黑金的一些传言，到目前也没有获得相关的一些解决，能不能反映到他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席次上面，还有一定的未知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日关系这一次的一个中日关系一个指标就是 U23 的足球赛。中国对决日本，那目前两国关系紧张，在当地的这个中国的领馆有发出了一个安全的提醒，这个在今天晚上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决赛，这是第一次打进决赛的中国 U22 男足球队跟要争取卫冕的日本23男足进行相关的一些比赛，因此当地的中国驻吉达的这个总领事特别提出了一些安全上的一些提醒，会不会发生一些冲突，引起大家一个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AV 女优这个苍井空，他在中国大陆进行发展，他最近因为发表了一些谈话，说他喜欢中国，而遭到日本右翼的一些围攻这边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有提到是说他很喜欢中国，然后中国也很喜欢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日本网友马上攻击他一些右翼的，他是说因为你，所以日本女性被中国戴上了有色的眼镜，然后还有日本网友也说。苍井空是中国人的走狗，用字非常的重可苍井空其实EQ 还蛮好的，他是说这个切入点也太大，他其实还是用一个一笑置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另一方面，因为两国之间的一些关系上的一些冲突，现在日本的百货公司的入客量是严重减少。另一方面，还有包括这个免税商品的这个采卖所谓的销售额度也下降了17.1%那日本希望借由美国跟中国是不是重建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系？可是美国自己自身难保，这边主要还是针对了这个 ICE 就是一些移民的执法单位。最近冲突就是在明尼苏达，这个画面是明尼苏达的机场，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在地下祈祷。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抗议，在这个明尼苏达州有很多的这个移民的执法单位在现场进行相关的一些执法，引起了一些民怨。而最新的一个消息是，美国移民局他涉嫌用5岁的幼童来这个诱捕母亲这个在美国引发了相当大的一个讨论，就是把一个5岁的小朋友带走，可是想要把他妈妈抓过来，竟然派他去把他母亲给诱引出来，这个在美国社会上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这个 ICE 包括移民单位在执法上面的一些手段引起很多的一些抨击，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爆发了一些这个大的乌龙。这个主要是洛杉矶有一个议员珠宝的劫案
案主嫌他竟然获准离境，检方震怒，移民局摆乌龙本来要进行法律上的一些追诉，竟然让他这个驱逐出境，让他可以免除15年的联邦刑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狱牢狱之灾这个是移民的相关一些单位也闹了一个大乌龙。想要问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高市早苗？跟美国的川普跟高市早苗就走到一个状况，是当你内忧外患都有的时候，就铤而走险。我们先讲日本，日本这次搞这个众院解散，它是一场豪赌，不一定会赢。是他唯一有把握就是我现在民调很高，7成，说不定我的党选的席次比较多，但是维新会又脱离他，跟别人组合，所以选举能不能赢不知道。但是它内部的问题，你看物价上涨，连日本人最爱吃的米都让他买不起日债，美国不准你卖日债，就会引起它的经济调控，对不对？经济衰弱不是一天，少子化也不是一天，老年化也不是一天，而且美国要你增加军购，那自己又要制造军武，你告诉我们手里有多少钱啊？你看平抑物价，降低这通货膨胀，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能做。日债不准买，你的日本的经济怎么办？所以再加上外患，什么外患呢？中国大陆对你有过好脸色吗？中国跟俄罗斯在舰队在你全家上下全身马杀鸡一次所以你看内忧外患才会逼得人铤而走险。我觉得高市早苗是铤而走险，美国一样外强中干他问题美国的美债的问题随时要爆发，印度在抛美债，日本在抛美债，日本不敢抛，英国在抛，中国在抛，会不会引起联准会为什么要用法律去制裁他赶快要降息，不降息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老百姓决定选票的意愿是最大的助力，你什么国外的形势格陵兰形势他还懒得管呢。但是我今天我手上的400块钱美钞，我这一个月生活过不去现金只有这么多，所以这个问题再加上 ICE 在美国做的那个手法，简直是号称人权国家、民主国家没有见过，拿小孩去诱捕他妈妈，对，实在不像话。然后满街在打人、抓人，还枪杀一个反监控联盟的女性，那女的还开了窗子讲：“大个子放心 ，easy， 没事，开枪。”所以美国何尝不是内忧？就是有内忧，所以他在外面嚣张霸道，好像说到他是一个美国能够 great again 的人物。我告诉你，马上就面临内部的反气，民主党跟你已经势不两立，然后这个排除移民，虽然民意原来支持，现在手段太恶劣，也争取不到人家的认同，所以这2个国家都在铤而走险，能撑多久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岳老师。好，对我这边要谈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情况这个我请大家设想一下高市早苗的一意孤行就是说他原来解散众议院1月23号解散了众议院，请大家注意这个众议院的议员是2025年的10月才刚选上，选上后他自己是10月10号当了首相。所以你算算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台湾发生的话，真的被人家骂死了。所以人家千辛万苦刚好选上一个议员，然后马上就不干了，重新选举。重新选举的话呢，因为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选举的时间又不长，2月8号就要投票。对，那今天几号？所以总共加起来10几天而已，就16天的时间让人家选，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没有办法让人家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治教育，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没有政治家，都是政客，政客就是为了选举当选，难得当选以后会被他一个人的话，你不跟任何人商量，然后就没有了。是，然后呢，所以说那个万岁三唱唱的那个稀稀落落的，真的非常难听。我一听到这个万岁三唱，帮在，我就想到南京大屠杀的结果，就这个样子，一模一样那么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呢，其实日本人并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就日本并不知道中日之间的冲突，日本人基本上就是讲淡化中日之间的冲
冲突。中国无论从外交啊、从军事啊，以及从经济上对日本人的钳制，其实威力是非常大。但是日本人不知道，但日本是内部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就如果说高市早苗一意孤行的结果，现在所有的财经市场啊，他学财经的哈，都在放空日元呐。你要了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日本哪里经得起这种折腾呢？对不对？前后折腾，那一些那个口嗨派，对不对？70%的支持高市早苗，等到日本还是不够苦，日本迟早被打空的，迟早会把打得穿心透啊，会痛的。那但是呢，我就觉得哈，我觉得苍井空表现得还不错啊，苍井空啊，就是到苍井空原来是谁我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查一下知道了，我们男生都不知道，我们男生不知道，男生都不知道。我原来他是个唱歌的啊。那苍井空呢，在大陆有2019年就有2000万的粉丝，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啊？那就少装了啊，对吧？反正呢，这里头呢，就是苍井空呢被骂中国狗啊，我就觉得苍井空不够红啊。像前一阵子周杰伦跑去澳洲打网球，就是中国的周杰伦啊。那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敢反对啊，那够红啊，对不对？人家不回来了，要讲我是中国人什么的，台湾失去一个周杰伦，大陆多一个周杰伦啊。是，这苍井空的话呢，你赶快到中国来，嘿嘿，反正你喜欢中国嘛，就过来，也不要在日本留着当狗，就在中国里面就当你的这个女优吧就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请聂老师。OK， 我先讲一下啊，因为我有一个东西很有感，消费税。大家不知道什么叫消费税吧？台湾没有什么消费税，台湾消费税是内加的。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有没有什么加几趴没有吧？美国非常有，你加也你有加在5%，加在哪？加在里面嘛，对不对？那营业税的时候才会把你5%这样这个进项销项把它抵掉。但我们看不出来，感觉到美国就非常明显，但是日本也更明显。你知道，我回想是2012到13到14到15，在安倍晋三当3次件货币件的时候丢出50兆日币，然后它的第二个结构线就是消费税，从5%、8%、10%是很快。它当时升5%到10%，原来是要半年就要升，就是拖了5年。为什么？因为他发觉升高会有问题。好，那我现在要讲说，这次呢，他要把10%降到这个不管降几%，这个是有感的哦。我自己常去日本啊，哈，我昨天才又订了去日本机票，因为我在那边有事业。